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德州有一個叫做 Austin 嘅城市，佢係德州嘅首府，亦都係一座高科技城。好多高科技企業都選擇喺呢度設立公司。因為 Austin 嘅西部擁有丘陵地形，所以有直丘嘅稱號，同矽谷互相呼應。另外，Austin 亦都以世界現場音樂之都而聞名。呢度經常舉辦音樂節，亦都有好多可以俾歌手同埋樂團駐唱嘅地方，因此吸引咗好多音樂人嚟到呢度追夢。Katy 就係其中一個。Katy 於1961年喺加州出世，佢天生就有一副好歌喉，而佢亦都冇浪費自己嘅天賦，努力咁鑽研，仲取得德州大學聲樂表演嘅碩士學位。Katy 有過2段婚姻，不過最終都係以離婚收場。經歷咗失敗嘅婚姻之後， Katy 決定將全副心機都放喺佢熱愛嘅音樂事業上。於是佢帶住自己嘅仔女搬到咗 Austin， 成為咗當地合唱團嘅指揮兼聲樂老師。經過咗多年嘅努力，合唱團漸漸走上咗軌道，而 Katy 亦都成為咗一位桃李滿天下嘅老師。佢為人善良，毫無保留咁將技巧傳授俾學生，仲經常充當學生嘅人生導師，指引佢哋，所以好受大家嘅尊敬同埋愛戴。Katy 嘅仔 Joseph 係一位海軍，所以 Katy 大部分時間都係獨居噶。2014年12月，Joseph 喺進行下一項任務之前有短暫嘅假期，所以佢就返到咗媽媽嘅屋企。12月5號晚，Joseph 約咗朋友出去飲酒，直到第2日清晨先至返屋企。當佢一打開道門嘅時候，一股血腥味撲鼻而嚟，佢嘅心入邊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最後佢喺媽媽間房度發現咗一早已經冇咗氣息嘅 Katy， 於是佢馬上報警。Katy 嘅身上有多處嘅刀傷，造成佢大量失血而死。喺視察現場環境之後，警方相信 Katy 曾經同兇手發生過打鬥，直到兇手喺佢條頸度介咗致命嘅一刀。間房嘅地板度有多個被搜刮一空並被堆埋一齊嘅櫃桶，上邊仲有血跡。另外，間房嘅燈掣亦都有血跡，講明兇手係喺殺死 Katy 之後先至開燈，跟住再悠哉悠哉咁翻箱倒櫃，偷走所有值錢嘅嘢。警方喺現場發現咗一個相信係兇手留低嘅鞋印，除此之外並冇發現任何指紋或者係 DNA 等證據。專家分析咗鞋印，得知兇手行路嘅姿勢比較特別，同普通人有一定嘅差別。不過呢款鞋非常普通，並冇任何嘅指向性。想要喺茫茫人海當中揾到佢，可以話係大海撈針。雖然本案睇起嚟好似係劫殺案，但係警方就認為 Katy 可能係俾人尋仇㗎。一般情況嚟講，劫匪通常會選擇喺早晨入室盜竊，因為呢個時候屋企冇人，係佢哋作案嘅好時機。但係本案發生喺深夜時分，兇手咁殘忍咁對待 Katy， 最後只係拎走咗一啲珠寶首飾，睇起嚟更加似係用劫殺案嚟到包裝嘅仇殺案。警方對 Katy 進行咗背景調查，佢嘅身家清白，冇同其他人結怨，喺社區亦都好受歡迎。另外，警方亦都調查咗佢嘅仔 Joseph 同埋佢嘅2名前夫，最終都排除咗佢哋嘅嫌疑。幾日之後，一位叫做 Rob 嘅男人嚟到咗警局，佢話俾警方知自己可能影到咗一啲重要嘅證據。Rob 係住喺 Katy 屋企附近嘅鄰居。案發當日，佢啱啱收到咗一部紅外線熱像儀。收到新玩具嘅 Rob 非常興奮。當日凌晨，佢帶住熱像儀出門拍攝嚟到住宅區附近覓食嘅鹿。1點15分左右， Rob 聽到咗汽車行駛嘅聲音。佢下意識將鏡頭對準架車嘅方向，鏡頭影到一個男人落咗車，並行向咗 Katy 屋企嘅方向。佢當時冇為意，以為只係有人喺半夜散步，跟住就繼續拍攝啲鹿啦。第2日早晨，佢就去咗拉斯維加斯。之後佢睇到咗 Katy 遇害嘅新聞，呢個時候佢先至驚覺自己當晚可能影到咗兇手，所以佢喺返到 Austin 之後就即刻將影像交咗俾警方。
雖然影像入邊嗰名男子嘅行路姿勢符合咗之前專家對鞋印嘅分析，但係影像入邊只能夠影到兇手同埋汽車嘅輪廓，並冇辦法影到兇手嘅樣同埋汽車嘅型號同車牌號碼。單靠呢項線索就想要揾到兇手，依然非常困難。2014年12月15號，亦即係 Katie 遇害嘅9日之後，喺距離 Katie 屋企8公里外嘅地方，又發生咗一單命案。死者係85歲嘅 Sydney 同埋佢83歲嘅妻子 Billy， 佢哋都曾經喺德州大學任教。呢一對結咗婚64年嘅老夫妻兒孫滿堂，非常恩愛，同鄰居嘅關係亦都好好，仲經常送自己整嘅餅乾俾鄰居食。呢一日早晨，佢哋嘅家庭護士嚟到屋企幫佢哋做例行嘅身體檢查。護士撳咗門鐘，但係就一直冇得到回應。呢個時候，護士發現大門有俾人撬開嘅跡象，佢知道大事不妙，所以就開門入屋，並喺間房度發現咗瞓喺血泊中嘅兩夫妻。警方到達現場之後，佢哋即刻就認為殺害 Sydney 夫婦嘅兇手同殺害 Katie 嘅兇手係同一個人，因為呢兩單案實在有太多相似之處。Sydney 夫婦同樣係身中多刀死亡，所有嘅櫃桶都被搜刮一空，並被堆埋一齊，而兇手同樣冇留低指紋同埋 DNA 等證據，亦即係話社區入邊而家出現咗一位兇殘嘅連環殺手。如果唔可以盡快將佢緝拿歸案嘅話，跟住落嚟可能會有更多嘅受害者。但係佢哋點解會成為兇手嘅目標？佢哋三個人之間到底有乜嘢交集？為咗查證呢一點，警方走訪咗成個社區，希望居民可以提供線索。3個禮拜之後， Katie 嘅包租公話俾警方知，佢記得 Katie 出事之前曾經請過一位叫做 Tim 嘅雜工幫佢嘅後院除草。Tim 嘅行為古怪，舉止粗魯，工作嘅態度亦都唔好，仲因為咁而被 Katie 投訴，所以佢認為 Tim 好可疑，並希望警方可以調查佢。警方將 Tim 嘅名輸入咗資料庫，系統即刻就展示咗一長串嘅犯罪記錄。當時49歲嘅 Tim 啱啱被假釋出獄，佢喺過去嘅30年時間入邊，就因為犯下咗各種罪行而不斷出入監獄。雖然冇犯下謀殺罪，不過藏毒、盜竊、傷人等罪名對佢嚟講都係家常便飯。值得留意嘅係，Tim 係一位對珠寶首飾情有獨鍾嘅竊匪，所以警方認為 Tim 好有可能係以雜工嘅身份做掩飾，四周圍幫人進行除草工作，實際上係喺度觀察僱主嘅屋企有冇啲乜嘢值錢嘅珠寶首飾，之後再翻間屋度盜竊。於是警方即刻去揾 Tim 問話。當時 Tim 同妻子住喺城入邊嘅一間汽車旅館度。喺成個談話過程中， Tim 一直有意無意咁詢問警方關於 Katie 案嘅細節，似乎係想了解警方目前掌握到乜嘢證據。當警方要求搜查佢間房嗰陣， Tim 即刻就拒絕咗。由於警方當時並冇搜查令，所以佢哋亦都冇拒付。但係 Tim 嘅舉動令警方更加肯定佢一定同案件有關。幾日之後，警方再次返到咗旅館，呢一次 Tim 咁啱唔喺度，開門嘅係佢嘅妻子。喺警方表明來意之後，妻子非常合作，仲俾警方搜查佢哋間房。佢哋喺入邊揾到咗一張當票，被典當嘅正正就係屬於 Katie 嘅鏈墜，而典當日期就係 Katie 遇害嘅第2日。另外，警方仲喺 Tim 妻子嘅口中得知，佢哋認識 Sydney 夫婦，仲係同一間教堂嘅教友。聽到呢度之後，警方終於揾到咗3名受害者嘅交集點。不過 Tim 揸嘅車係一架貨 van， 而熱像儀所拍攝到嘅就係一架小型轎車。雖然係咁，警方好快就發現 Tim 嘅妹妹有一架同影像中嘅汽車輪廓相似嘅綠色豐田轎車，而當鋪嘅閉路電視亦都影到同一架車喺12月6號夜晚7點06分嚟到咗當鋪。警方好快就揾到咗呢架車，並喺副駕駛座度發現咗屬於 Katie 嘅血跡。但係影像中嘅嗰個男人身形比較高瘦，同 Tim 矮肥嘅身形唔吻合，唔通 Tim 仲有同黨？於是
警方再次揾嚟咗添問話。作為監獄常客嘅添，對於警方嘅盤問伎倆了如指掌。佢否認咗自己有殺人，之後就全程保持緘默。幾個鐘頭之後，添終於願意開口。佢同警方講，兇手係一個叫做 Sean 嘅男人。經過調查之後，呢個 Sean 同添簡直係兩個世界嘅人。Sean 嘅身家清白，冇犯罪記錄，佢擁有微生物學學士學位，係一間高中嘅科學老師。目前居住喺距離 Austin 4個鐘頭車程以外嘅 Galveston。既然添俾出咗 Sean 嘅名，警方亦都循例請 Sean 嚟到警局問話。當 Sean 行入警局嘅嗰一刻，警方即刻就知道 Sean 就係佢哋要揾嘅人，因為佢嘅身形同埋行路嘅奇特姿勢都同影像中嘅嗰個男人一模一樣。一開始 Sean 表示自己同添唔熟，因為佢嘅妹妹同添嘅侄仔拍緊拖，所以佢哋先至會認識。Sean 承認自己喺案發嘅嗰段時間身在 Austin， 並住喺添嘅屋企度，但係佢對添一無所知，亦都唔知道佢做咗啲乜嘢。不過面對警方嘅連番追問， Sean 開始不斷轉換講法，企圖用一個大話嚟到掩蓋另一個大話。佢表示案發當晚，添話要載佢出去食宵夜。之後，添就將架車揸到咗一個住宅區，跟住就獨自落車進入咗 Katie 間屋，而佢就一直坐喺副駕駛座度等。當警方問佢，咁副駕駛座上邊嘅血跡係點樣整到噶？Sean 表示，添返到架車之後就掉咗一袋嘢俾佢，袋上邊仲有血跡，應該就係嗰個時候整到噶。之後，警方拎出影像，並表示 Sean 就係影像入邊嘅嗰個人。而佢而家腳上邊着住嘅鞋，亦都同喺案發現場留低嘅鞋印吻合。呢個時候 ，Sean 又改變咗講法。佢表示，當晚添威脅佢，要佢入去 Katie 嘅屋企度偷竊。佢由冇上鎖嘅後門進入間屋，當時 Katie 喺度瞓緊覺。佢打開咗間房嘅燈，將所有嘅櫃桶都拉咗出嚟堆埋一齊，並拎走咗所有值錢嘅嘢。之後佢就離開咗，全程都冇驚醒 Katie。更加冇殺害佢。不過添之後翻入屋，所以最後對 Katie 落手嘅人係添而唔係佢。針對 Sean 嘅講法，警方好快就揾到咗破綻。Sean 承認咗佢就係嗰個開燈同埋將櫃桶拎出嚟並堆埋一齊嘅人，而燈掣同埋櫃桶都有 Katie 嘅血跡，證明咗 Sean 就係殺害 Katie 並進行盜竊嘅人。呢個時候嘅 Sean 已經冇晒退路，佢承認自己喺進入間房之後就驚醒咗 Katie， 佢哋發生咗肢體衝突。喺打鬥嘅過程中 Sean 就將 Katie 殺死咗，並交代咗好多只有兇手先至知道嘅作案細節。至於作案動機 Sean 並冇交代，佢只係同警方講所有偷翻嚟嘅珠寶首飾都俾添拎咗去賣，而佢自己就一毫子都冇得到。至於 Sydney 夫婦嘅謀殺案， Sean 表示自己同呢單案無關，並選擇保持緘默。跟住 Sean 同添就以一級謀殺嘅罪名被起訴。2018年4月 Sean 上庭受審，但係辯方就喺庭上推翻咗 Sean 嘅自白。辯方表示，雖然喺成個問話嘅過程中，警方都有進行錄影，但係當中就有好幾次暫停嘅地方。警方表示係因為 Sean 要求要去廁所，而事實係 Sean 喺呢段時間入邊一直受到警方嘅恐嚇，如果佢唔認罪嘅話就會被判處死刑，所以 Sean 先至會承認自己從來都冇犯過嘅罪行。陪審團退庭商議咗19個鐘，但係就始終冇辦法做出一致嘅裁決，所以法庭宣判今次嘅審訊無效，需要擇日重審。1個月之後，輪到添上庭受審。雖然添表示自己喺呢兩單案入邊只係扮演咗司機嘅角色，並冇參與謀殺。不過根據德州嘅法例，無論係主犯或者係共犯，一律都會被控相同嘅罪名。最終添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2018年11月，針對 Sean 嘅案件重審，呢一次陪審團只係用咗3個鐘就做出咗有罪嘅裁決，最終 Sean 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